依依今天在去熊猫馆的路上，偶遇幼稚鬼宋3岁正在摘路边的风斗叶。依依心想，这么大个叶子，宋3岁肯定是又想整蛊谁。刚好依依要去熊猫馆，便一路跟在了宋3岁的后面。等依依来到园区时，只见宋3岁悄悄绕到圣希阿姨身后，将风斗叶戴在了圣希阿姨的头上，都给一向社恐的圣希阿姨整害羞了。宋爷爷还问道：“窗外的依依们有没有给圣希阿姨拍下来？”最近爱宝乐园的风斗叶一天比一天少，而这些消失的风斗叶则都来到了爱宝乐园。现在只要其他动物园的饲养员看到自己园区的风斗叶被人薅走了，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就是宋爷爷。而夏天的风斗叶也成了宝家成员的季节限定的帽子。不过乐宝不喜欢，乐宝表示戴上后有点干。与风斗叶相比，乐宝更喜欢夏日里的大竹笋，而宝家的女士戴上则像是娇滴滴的小公主。早在以前，宋爷爷还会用大一点的叶子给福宝用竹子撑起来，用来充当太阳伞。福宝也很喜欢爷爷制作的风斗叶太阳伞，还会面朝风斗叶坐着，一边吃窝头一边仔细观赏。而宋3岁在严重时期，甚至还会给园区所有的大熊猫形象的东西都带上风斗叶，像是只要带上风斗叶就是宝家的一员了。在熊猫馆就没有宋3岁干不出来的事情。而最近圣希阿姨在宋3岁的影响下，也逐渐开始向宋3岁发展。在昨天，圣希阿姨用风斗叶放在瑞宝的小肚子上，充当起了餐盘。这下辉宝的小肚子更像是小餐桌了。在圣希阿姨往瑞宝小肚子上放置小零食时，瑞宝正忙着给妈妈的竹子剥皮，完全没有抵触依依这个行为的意思，反而看上去还挺享受的。江爷爷在节目中表示自己曾被猩猩霸凌，어떤 과일을 집어 던지고 과일 껍질 던지고 물을 이렇게 입에다 불고 因为猿类领地意识很强，而且栖身现象非常严重，他们不想脱离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同时也不想有新的人或动物进来，所以对于当时新来的江爷爷便遭受到了他们的排挤和嫌弃。当时江爷爷表示自己很为难，不过江爷爷并没有为此觉得猿类讨厌，亦或是因为他们这般对自己就对他们失去耐心和热情。反而江爷爷发现此问题后，询问了许多前辈。当时江爷爷总结出了几点跟动物拉近关系的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和动物一起睡觉，而对于这个办法，江爷爷最开始时也是不太相信的，尤其是对于猩猩而言，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一些。江爷爷刚开始时，猩猩们并不愿意自己睡在他们身边。 자는데 처음엔 뭐가 막 푹푹푹 소리가 나요. 애들이 막 던지는 소리. 아, 저리 가라고. 심장이 와서 부딪히는 소리가. 当时江爷爷心想，照顾他们可真难啊。但是江爷爷并没有灰心，在江爷爷3、4天的死缠烂打下，这种声音便没有了。等2周过去，江爷爷与猩猩家族的感情就变得非常亲近了。当时爱宝在来韩国时，因为陌生的环境，晚上总是焦躁不安，江爷爷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，睡在爱宝的窗户前。经过那之后，江爷爷很快便取得了爱宝的信任，这一言不合就睡觉的办法真是百试百灵。而自那之后，江爷爷和猩猩族群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江爷爷表示，有一只猩猩每次看到自己和女饲养员在一起，他就会生气。当江爷爷留长胡子后，猴群们真的过来给江爷爷梳理毛发了。经过江爷爷几十年的饲养员经验，几乎对任何动物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。例如江爷爷讲的，当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只非常可爱的动物时，会猛地靠近，然后说哇好可爱啊，但这反而会让动物害怕，增加它的警惕性，甚至还会造成应激反应。昨天江爷爷来给福宝收拾室外园区时，笑容很灿烂。江爷爷走到福宝的小泳池前，徒手抱起一大捧落叶，然后扔给了栅栏外的观景竹。收拾完落叶离开时，江爷爷还和游客们打了个招呼。江爷爷走到一半，改道走向了小木床。江爷爷一抬小木床上的竹子，藏在竹子堆里的青团纷纷滑落。刚才福宝吃完竹子后，又将青团铲在了自己的竹子堆里。拉青团的过程中，福宝发现有一根美味的竹子掉在了小木床下面，福宝将其捡起，一个转身，全然不顾刚才自己拉的青团，一屁股就坐在了上面，舒适的躺下，吃着自己手里的竹子。虽然不雅，但福宝是真的很舒服。看福宝这四仰八叉的样子，就可以看出来，福宝吃完手里的竹子后，一个熊猫打挺坐了起来，灵活的扶猪猪。江爷爷先将福宝吃剩的竹子扛了回去，一会儿拿来一个方便袋，徒手为福宝捡拾掉落在地的青团。这趟可谓是收获满满，足足有半袋的青团。除此之外，昨天2只熊猫宝宝名字公布仪式结束后，福宝好像察觉到自己园区的气味有些变化。福宝这次进门口明显有些小心翼翼的，福宝在中途闻来闻去，之后福宝没有直接走到小亭子上进食，而是一直走到了观景竹前，
确认这气味是否安全。福宝走到观景竹前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转身走回小亭子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也先是仔细闻了闻小亭子的气味。爷爷们的气味福宝都熟悉，但两个妹妹的气味福宝这还是第一次闻到。福宝观察了一圈后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这才安心坐下，吃起了爷爷给自己准备的胡萝卜。不过再过段时间，等福宝的两个妹妹可以来室外玩耍了，不知道福宝会不会和妹妹们见面。而隔壁的乐宝现在却无事一身轻，正坐在树上懒洋洋的晒着太阳。这小日子过得别提多舒服了，跟个退休后的老大爷一样。爷爷今天发布的视频中放出了双胞胎熊猫宝宝仪式结束后，福宝出门营业时的样子。福宝在门口闻来闻去，可能是两只熊猫宝宝身上留有爱宝的气味，这个气味让福宝站在门口闻了许久。福宝久久不想出门。而在这一期的视频中，爷爷桌子上的熊猫玩具身上居然还挂着福宝的工作牌，真是细节感满满。爷爷将瑞宝放在桌子上，准备为瑞宝进行排便。瑞宝则对旁边的福宝的毛绒公仔感到了好奇。爷爷表示这是瑞宝的姐姐，要瑞宝以后见到后记得叫姐姐。爷爷一边给瑞宝拍着小屁股，一边跟瑞宝聊着天。瑞宝很是乖巧，不吵不闹，也不抵抗，可能排便比较舒服。瑞宝看上去都快要睡着了。爷爷给瑞宝排便完后，将瑞宝抱在怀里，而银色盘子里的黄色液体便是瑞宝的青团。之后爷爷将瑞宝放回小床上，排便完的瑞宝一身轻松，在小床上爬来爬去。而此时爷爷的监控中，爱宝和辉宝则正在睡觉。爷爷没有去打扰其母女俩，而是陪在瑞宝的身边和瑞宝玩耍。瑞宝给爷爷表演了一个翻身，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，但爷爷却夸了瑞宝好久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看到辉宝和爱宝醒来后，爷爷才来到爱宝房间，问爱宝刚才睡得怎么样。随着辉宝和瑞宝的长大，也越来越调皮了。爱宝给辉宝舔舐着身体，辉宝舞动着小拳拳，不小心给了妈妈一下。9点半左右，爷爷出门来看福宝，此时福宝正抬着头惬意地吃着爷爷给的窝头。爷爷表示福宝今天看上去很干净，而且最近福宝饮食增加，因为福宝需要存储能量来度过寒冷的冬天。一会儿，爷爷来到乐宝的园区，乐宝走出通道门后，径直来到了小木床上。乐宝蹲在小木床上拉起了青团，看样子乐宝刚才在室内又忍了很久。乐宝有个习惯，就是能在室外方便，绝对不带回家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室外营业，乐宝和福宝面对面坐着，彼此都在进行着吃播营业。爷爷表示他们在比赛，看谁吃得多。第二天晚上，爷爷来值夜班，晚上9点半了，福宝还没有睡觉，正躺在自己的小木床上吃竹子。小木床上的竹子吃完，福宝抬头看向爷爷，像是想让爷爷再给自己送点竹子来。福宝看爷爷没太懂自己的意思，福宝走上前跟爷爷详细说明。第3天早上凌晨1点50，乐宝醒了，正坐在小木床上发呆。大熊猫的作息是没有规律可言的，所以爷爷基本上一整晚都不能休息。一会儿爱宝醒来，爱宝正坐在自己的餐桌前吃饭。爷爷表示最近双胞胎熊猫宝宝有了名字，大宝叫瑞宝，二宝叫辉宝，问爱宝喜不喜欢。爱宝竖起耳朵仔细听的样子，像是可以接受。爷爷一直在爱宝耳边念叨这2个名字，试图给爱宝加深一下印象。看爷爷回答问题后，这真挚的小眼神，爷爷真是幽默感满满。昨天爷爷放出了之前直播时跟同事们彩排的过程，爷爷的神级回复简直比直播时还要精彩。主持人问福宝走之前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爷爷表示想把福宝洗干净，晾在衣架上，或是一起喝顿酒。 후바랑 가기 전에 하고 싶은 거? 후바 박박 씻어서 빨랫줄에 널어주고 싶어요. 소주 한 잔. 爷爷巧妙的回复引得旁边的同事们笑个不停，但爷爷还是执着于和福宝喝顿酒。 할 수 있다면 소주 한 잔. 一句都在酒里，涵盖了太多的不舍与留恋。之后，旁边的同事问爷爷，对宝来说，送宝意味着什么？ 우리 10월에 결혼해요. 爷爷都给旁边的同事整不会了，一答一个不吱声。爷爷在排练的过程中，还会时不时通过窗户看一下福宝的状态，看到了福宝在门口等待，爷爷前去查看是否到了福宝的下班点。回来后，爷爷紧张的不行，爷爷感叹这1个小时的排练时间过得好快，感叹直播实在是太难了。 야, 이건 정말 어려운 거네. 어? 야, 이걸 눈으로 지금 지나가는 걸 보지도 못하겠는데. 아니, 서너 글자 읽으면 막 꾹꾹 올라가는데 이걸 놔두러 읽고 답변하라고? 세상에, 마우스사. 之后，为了缓解爷爷的紧张情绪，
工作人员继续和江爷爷进行配合。工作人员问江爷爷：“5宝中谁最胖墩墩？”江爷爷表示辉宝最胖墩墩，而瑞宝则话最多。最后，江爷爷还给大家提前预告了，可能再过4个月，瑞宝、辉宝就会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了。江爷爷表示自己非常期待那个时候的到来，到时候大家就会看到更有趣的大熊猫生活了。今天姨姨来看福宝时，刚好碰到了福宝在室外产青团。福宝一边看着园区外的姨姨们，一边制造着青团。福宝产出来的青团顺着坡不断向下滑落。福宝拉完青团后，福宝来到通道门口，坐等爷爷给自己开门。没想到姨姨刚排上的队，只看到了福宝拉青团的样子。之后通道门打开，福宝回了家。不过这次走出来的不是2个爷爷，而是圣熙阿姨。圣熙阿姨手拿白色方便袋，走到福宝的青团面前，用方便袋直接对青团进行着清理。最近饲养员们流行徒手捡青团，这样更方便快捷。圣熙阿姨给福宝收拾完青团后，开始为福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之后姨姨重新去排队，排队回来时，福宝正向通道门口走去。姨姨心想，难道福宝这是又要回家休息了吗？就在姨姨以为自己又要重新排队时，江爷爷从后门走进了园区，为福宝放置竹子和小零食。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立刻掉头跑向爷爷。福宝喊爷爷别走，留下来陪自己玩。福宝以自己最快的时速冲去，但还是没有追上爷爷。福宝来到自己的小躺椅上，用竹子和小零食来抚平自己失落的心情。福宝的嘴巴有自动玻璃功能，竹子味道不好，福宝连看都不用看，直接可以忙着将竹叶挑选出来。吃完小躺椅上的竹子后，福宝又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隔着竹子，试图闻出竹子堆下面的小零食是什么。福宝闻出是胡萝卜，福宝走向前，将其拿了出来。连吃2块小零食，刚才失落的心很快便抚平了。吃饱喝足后，福宝来到小树上睡觉。虽然临近冬天，但为了福宝的舒适，室内园区依然开着空调。姨姨看了一会儿福宝睡觉时的样子，之后姨姨重新去排队。姨姨再回来时，福宝又坐到了通道门口。福宝心想，这次可以回家了吧。福宝坐在通道门口，给自己挠了挠痒。坐累了，福宝又给自己换了个地儿。福宝没等来回家的通道门，又等来了通往室外的大门。福宝来到室外后，又开始了吃播时间。大块的窝头，福宝张大嘴巴，一口咬下去2/3。吃完窝头后，福宝挑拣着眼前的竹子，因为刚在室内园区吃完，福宝只吃了一小部分的竹子。福宝精益求精，只吃里面最好的竹叶，而其他的竹叶全盖在了福宝自己的身上，感觉都快要给福宝埋起来了。